今天的视频聊起巴哈一切传奇车型，更是一台保值率变态的车型，来自本田 XR650系列。为什么聊这台车？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突然有点迷传奇老款的 KLR650，也不能说迷吧，主要是便宜。老款的水货也就是7000到15000的样子，所以想整一台回来，在非铺装路面玩一玩，偶尔跑个简单的沙漠露营。它也有原厂3厢，好装东西，反正不上路嘛。结果试了几台都不行，裸车的动力都有点弱鸡。你别看视频里面人家骑的上天入地，实际真的是拉。然后卖我 KLR650这位大哥，他有台2003年美版的 XR650R 版。我当时试骑了一下，比传奇650暴躁的真不是一星半点。当然价格也美丽，开价要3万5。你是真想不到，一台将近20年的越野车要3万5。不过你只要骑过，就会觉得它物有所值。尤其时速130，驰骋在非铺装路面的感觉真是上头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好奇，这个价格为什么不看一下铃木 DR650，或者比较少见的宝马 G650X， 或者雅马哈的 XT660Z？ 原因很简单，买传奇650的价格，买这些车哪台都买不到，就属传奇最便宜。不过还是说说这几辆车。首先，雅马哈的 XT660Z， 它虽然号称沙漠王子，但是它的车重和动力在沙漠里真是差点意思，没有那么从容。跑非铺装路面还可以，新款被 T700取代。至于宝马 G650X 这种冷门车，买来真容易砸在手里面，而且摔一下配件也很难找。最后，铃木 DR650， 它和本田的 XR650 一样，到今天为止都是单人穿越不可多得的好车。国内有一些是有牌照的，但大多数都是水车。价格比 XR650 略微便宜，也一直坚持使用化油器和风冷发动机。重量比 XR650 重大概20公斤左右，且马力小15匹左右，和本田 XR650L 版属于一个级别。目前还在持续更新2023款，叫 DR650S。这段时间我会在本田和铃木之间买一台老款，准备好之后再给大家出一期视频。今天就以介绍为主。其实说到这儿，玩车多年的老哥可能会提议买一台本田 NX650 统治者来平替 XR650， 但是 NX650 太老，大概1999年就已经停产。而且它只能平替性能差一些的 XR650L 版，可能也有大佬会说嫌 NX650 老，可以搞一台本田的 FMX650。首先知道这个车的兄弟绝对是本田的狂热爱好者，因为这辆车是本田为数不多的原厂滑胎车型，而且只生产了2005年到2006年2年，也是一台基于 XR650L 版推出的车型。发动机调教的是扭矩大、马力小、转速爆发力早，国内就那么几台来回卖。其实还有同类型的，比如本田 SLR650、虎斯瓦纳 TR650、TE610、TE630、阿普利亚毕加索650、虎萨伯格 FE650、KTM640 系列等等。好收，同类型的车型非常多，大家感兴趣以后慢慢聊。我们回到主题，继续说 XR650。首先 XR 系列是本田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车系，车型也从 XR50 排量一直衍生到了 XR650 排量，车型多达21款。这个今天就不展开聊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。然后 XR650 是 XR600 的延续型号，600也是专门为巴哈一切打造的耐力赛车型，帮本田征战赛场长达15年，最终在2000年停产。在这之中，本田在1993年推出了 XR650L 版，这台车截止到今天也没有变款或者升级，已经持续生产了将近30年，目前还有2022款。并且这么多年 ，L 版一直坚持使用风冷4冲程、单缸4气门的 644cc 发动机，以及4厘米 CV 化油器、干式油底壳、钢制车架，最大马力6千转、43.6匹，峰值扭矩5千转、51.9牛米，使用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这个动力普通摩友玩绝对是够的。它的前减震器使用 29.4厘米的预载可调昭和减震，21寸80的轮胎，后减震使用28厘米完全可调的 KYB 减震，配合18寸110的轮胎，座椅高度940，整备重量158公斤，油箱容量10.6升。L 版因为是街道和越野2用摩托车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车，可以上牌照，因为它配备有电启动、大灯、转向、后视镜等等。中间2000年，本田推出了 XR650R 版。R 版和 L 版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摩托，也没有什么可比性，因为 R 版从发布以来就不能上牌，属于场地赛车，并且一直征战巴哈一切，直到2007年停产，然后被 CRF450X 取代。而且从配置和发动机上面 ，R 版也更强大，使用了水冷4冲程 644cc 单缸4气门高功率发动机，以及 4.2厘米精兵带活塞阀的平面化油器，脚踢启动，干式油底壳，并且最大马力增加到6750转 61.2匹，5500转64牛米。车架也更换成了铝制摇篮车架，前减震器用的是 28.5厘米完全可调的 KYB 减震，21寸80的轮胎，后减震同样使用 30.7厘米完全可调的 KYB 减震，18寸110的轮胎，都是赛用级配件，整车净重133公斤，整备重量144公斤。这个车重放到今天的国产450水冷越野摩托车上面也是非常屌的存在，何况这是22年前的摩托。然后它的座椅高度939，油箱容量9.8升。其实大家一直调侃 XR650 系列的活塞有拳头大小，因为它的缸径就有10厘米嘛。
而且它的发动机是径向4气门的。视频最后 ，XR650R 版不是一个适合普通摩友和入门摩友玩的车型，因为60匹的越野车一般人真的玩不转，而且它很大，尽管座椅不高，但是车很宽。另外，单说越野能力，肯定是 CRF450这类型场地车更适合，因为它更轻。但是 XR650R 作为多用途车，它的越野能力也足够出色。最主要的是它不用像 CRF450那样经常维护，用车成本低很多，这一点是场地车无法比拟的。但可惜油箱都太小。另外 ，XR650R 通过调整化油器以及拿掉空滤胶套和更换直排排气，还可以爆发出更大的动力。至于难启动的原因和气门调节有很大关系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